曾精准预言川普遇刺的布兰登·比格斯，在川普胜选之前就断言他必将当选。在过去的1年中，比格斯多次警告，2025年将黑暗笼罩，经济崩溃、战争升级，甚至发生一场夺走3.5亿人生命的瘟疫。然而11月上旬的几段视频中，比格斯却突然透露，川普的胜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。那么2025年的世界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？人类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？在11月10号的视频中，比格斯描述自己看到了焕然一新的川普，被神的荣耀所环绕。他使美国与以色列结成兄弟般的坚定联盟，赢得了神的欣慰，从而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祝福。而大约在1年前的视频中，比格斯曾经描述他感受到神的不满。神告诉比格斯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够。那时，比格斯看到2025年如同原油一样粘稠的黑色液体和石油桶聚集在一个大坝的后面，美国的上空也黑暗压顶。而这一次，在最新的意象中，美国的上空却出现了厚重的保护罩。他看到川普启动的石油计划大幅提高了美国的石油产量。他说，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足以支撑美国甚至全球的需要。还有创新的点子、智慧的降临，就像所罗门的智慧带来的财富。美国的国家债务状况也在好转，以色列的经济同样繁荣。比格斯预见地中海地区，尤其是以色列周边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，未来4年将为以色列带来巨大的收益。农业也欣欣向荣，硕果累累。神重申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一句话，那些祝福以色列的，我必祝福；那些诅咒以色列的，我必诅咒。比格斯解读，所有的祝福、繁荣和财富将通过美国的支持涌向以色列，同时这种祝福也将回馈给美国，带来福祉和繁荣。在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前的20多天，比格斯一直在他的频道上带领观众祈祷。在11月1号，他称，当川普宣布获胜的那一刻，经济市场出现了激增，股市迅速上涨，人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。神将经济崩溃推迟了。几个月前，比格斯描述过看到市场崩溃的情景，场景是在冬季圣诞节的前后，让人感觉2025年前后的这个圣诞节也许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间点。但比格斯在11月10号的视频中复述了他和神2天前的一次对话，听起来这个时间点可能有所改变。神说，我会延长恩典期，为期4年。比格斯问道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神说，意思是我给了更多时间。比格斯又问，那么这是要崩溃了吗？神说，不是，我在给更多时间。比格斯说，我并不想推测太多，我继续为此祈祷，思考这多出的时间意味着什么。他说，我看到一层祝福的庇护，我不确定这个祝福的窗口会持续多久，但我确实看到了它的存在。他强调，如果美国人没有选择川普，局面将完全不同。川普的胜选和对以色列的支持让他感到有希望、有改变。比格斯强调，尽管许多人对这些话感到不满，但正如神所承诺的，支持以色列的人会得到祝福。这样看来，神似乎对以色列人格外的偏爱。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比格斯分享，神向他表明，这一切都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体现。那么什么是亚伯拉罕之约呢？
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对神无比虔诚，甚至在神要求他献祭爱子以撒的时候，也毫不迟疑地顺服，从而通过了考验。因此，神与亚伯拉罕立下了重要的亚伯拉罕之约，内容记录在创世纪12、15和17章中，包含以下承诺：土地的承诺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及其后代将得到应许之地迦南。古时的迦南包括现今的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黎巴嫩、约旦以及叙利亚和埃及西奈半岛的一部分。后代繁衍的承诺，上帝承诺亚伯拉罕的后代将如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粒般繁多，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民族的祖先，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，成为万国祝福的承诺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地上的万族都将因他得福，这在基督教中被视为预示着弥赛亚的降临，使全人类获得救赎的希望。割礼为盟约的记号，在创世纪17章中，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的所有男性后代都行割礼，以此作为这永恒之约的象征。神是否对以色列人有偏爱呢？这倒未必，神对他们的惩罚也是有目共睹的，不仅仅是2000年的流离失所，甚至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路上，神就因为他们的种种背叛和不信神的行为而多次实施惩罚。而神曾经对勇于悔改的外族尼尼微人降下恩典。在圣经中，神称以色列人为应着景象的民族，而他也对比格斯说，如今的美国人同样应着景象。事实上，现代社会在进化论和无神论的影响下，许多国家民族不仅淡化了信仰，甚至让无神论盛行，把神抛在一边，自己为所欲为。以色列人的历史更像是一部警示现代人的教训，他们曾犯下的错误和罪行，现代人似乎正在重蹈覆辙。以色列人经历了历史上极为严厉的惩罚，如今来到神兑现诺言，将应许之地还给以色列的时刻，甚至带来幸福的千年王国。面对这一切，人们的顺服或反对，其实反映的正是对神的态度。无论人们是否相信，神的承诺已跨越数千年，始终在兑现。因此，人们的态度与选择大概率会直接影响着每个人、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命运。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？11月1号，比格斯说，我看到纸牌屋倒塌的异象，金融局势再次变得动荡，日历快速的翻页，从2024年、2025年回到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。10天后，他再次强调，我依然看见震荡即将来临，伴随着瘟疫和纸牌屋的崩溃，但究竟何时会发生？我看到了债务的重整，所有债务的问题浮现，美国将经历一个谦卑的过程，也许是1年内，也许是2年内。综上所述，比格斯提到经济崩溃延后，神延长了恩典期为4年，但是金融崩溃依然不可避免。具体的时间和程度似乎还是难以判断，或许取决于人们能否抓住机会，利用神给的恩典期，悔改并归向神。在11月1号的视频中，比格斯说，我再次看到战争升级，动荡加剧。神告诉我，惨痛会加速，痛苦会加深，正如分娩的痛苦。比格斯还看到了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意象。他说，川普试图用强硬手段应对普京，但他感到处理普京需要格外的谨慎，就像走在地雷区。一些外国政权的领导人在过去4年内
巩固了他们不应获得的势力范围，建立了强势地位。所以事情不如川普所期望的那样顺利。在11月10号的视频中，比格斯看到美国与以色列的结盟使伊朗因为恐惧而退缩，不敢再大胆的挑衅，而是采取小规模的偷袭。此外，比格斯看到普京和马克龙各自暗中筹谋，普京联合古巴、委内瑞拉及部分欧佩克国家同时与中国合作，推动金砖国家新货币，而中国也借此谋求全球主导地位，计划袭击台湾和夏威夷。比格斯多次提到，世界将面临一场新的瘟疫，或将导致3.5亿人死亡。他在4月的梦境中看到川普总统宣布一种新病毒在美国爆发，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。随后全国进入封锁，国际和国内航班停飞，全美掀起恐慌性的抢购潮。11月9号，他把这个视频重新上传，显示这个预言仍旧有效。在梦里，比格斯清楚地看到窗外的树叶再次长出来，仿佛正值春天，和新冠疫情期间的情景类似。但是这一次的病毒并不是从亚洲开始，而是起源于欧洲，包括英国、法国等地。第二天，他又透露看到瘟疫与世卫组织以及实验室有关，称某些势力利用疫情维持控制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秩序。类似实验室制造和全球秩序的观点并非比格斯首创。对于新冠的流行，不少阴谋论者和基督教的预言家就认为疫情是人为操控的，不知是否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。比格斯预言，幕后交易和暗黑势力将会浮现。当川普走进办公室时，他会逐渐发现一些被隐藏的真相。在未来1-2年内，他可能面临再次袭击的威胁。他说，敌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毁灭他的生命。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动荡和大瘟疫的危险，2025年世界还可能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大自然灾害。2024年6月的一天晚上，神带比格斯来到地球上方俯瞰，他看到黄石公园的火山剧烈喷发，伴随着强烈的地震。美国西北地区波特兰和西雅图遭受毁灭性的打击，波特兰至海岸的土地断裂沉入海中，引发巨大海啸，海水涌入内陆，覆盖大片区域，也波及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。大地在震动中燃烧，地震、火山喷发和海啸进一步引发了太平洋的动荡。巨浪袭击了日本，包括东京在内的大片地区被巨浪吞没。海啸也重创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沿岸国家，灾难波及全球。这跟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《预知梦》中看到的正好吻合。龙树亮看到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与海啸袭击日本，导致大约30%的陆地被淹没，并波及台湾、菲律宾和印尼，造成严重灾害，也造成地壳抬升，形成新的陆地，将台湾、香港和菲律宾连成一片。而这次灾难发生在2025年7月5日。虽然2025年的世界充满了艰辛动荡，也会迎来信仰的复兴。比格斯还预见，在川普任期的第1年，全美将迎来一场信仰的大复兴。议员和民众在国会、白宫等地祈祷，信仰的力量充满全国，唤醒人们的信心，家庭生活回归传统，人们围坐餐桌共享晚餐，复古的布道会重新兴起，激励人们回归信仰。这场回归神的复兴运动不仅限于美国，还将蔓延至全球。他特别提到韩国和中国。川普胜选后，
比格斯的预言勾勒出2025年以及未来政治、经济、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图景，既有希望与转机，也有黑暗与危机。他呼吁人们珍惜延长的恩典期，将信仰重归心中。他的预言不仅是对未来的展望，更是警示与提醒。谦卑、祈祷和信仰才能带来真正的转变。放下傲慢，归向神，才是人类真正的出路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